谁规定我们只能顺着日历过日子？谁说时间只有一种速度？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人生总是快得不正常？一回神，就好像有人按快转键一样，人就老了，机会也没了。这不是玄学，这不是鸡汤，这是真事。而时间这件事情，最怪的不是我们变老，而是时间根本不是人类发明的，我们只是被迫活在它的规则之下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很多人以为时间只是一个数字，一个公式，一条钟表上跳动的红色秒针。错，时间是光，而且在很久以前，人类早就在跟光对话，只是我们都忘了。故事要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古老遗址开始讲起。2021年，那一年，一个没人当一回事的古石遗迹突然被国际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周围的人一脸问号，这破石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考古学家却全部倒吸一口气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。早在2500年前，有一群人不是用语言在理解世界，而是直接用光。那块遗址旁边摆着13根巨大石柱，几十年前大家以为那只是古人爱玩仪式的布置，但经过10多年的追踪，科学家发现夏至那天，太阳会从最左边的那根石柱升起，过一段时间，太阳往右一点，从第2根升起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从第3根升起，一直到冬至那一天，太阳跑到了最右侧那根石柱，然后半年后，太阳又从最左边回来。这是光的轨迹，这是周期，这是节奏，这就是时间。不是发明，是发现。你感受到这个差别了吗？不是人类定义时间，而是光决定时间。我们只是跟在后面，用语言替这个节奏取名字。所以时间不是一种量，时间是一种现象，而这种现象来自光。这只是第一层真相，接下来才是你没准备好的那一层。我们把太阳系想得太温柔了，你以为我们是绕太阳画一个圆，不是。太阳现在正以每秒大约250公里的速度在宇宙里狂飙，它不是静止在那里，它拖着行星在黑暗中拉出一条看不见的螺旋线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绕它转，结果整群星体是在边转边冲，一路冲进宇宙深处。所以绕太阳一圈365天的概念，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好理解。真实的运动是3维螺旋，这个世界根本不是用圆圈在运作，它是用能量在前进。而就在这个前进的过程里，时间不是均匀的。这是第2层真相。一个人在地球表面跑得越快，身体感受到的时间就越慢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实验证明过的。1971年，科学家用2个原子钟做了一次震撼世界的比对，一个放在地面，另一个放上飞机绕地球飞。等2只钟再放在一起时，飞机上那只慢了59纳秒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时间不是固定速度，代表质量、速度会扭曲时间，代表所谓现在这件事本身就不是绝对。可是我们太习惯理所当然，我们以为时间就是这样，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差异小到人类感官察觉不到。但只要你把尺度拉到宇宙，全部规则都翻面。太阳的质量是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.86%，所以太阳才是这个星系的时间主宰，不是人类，不是地球，是太阳那个巨大质量扭曲出来的尺度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质量越大，时间越慢，有没有一种极端情况，质量大到时间直接停住？答案是有，它的名字叫黑洞。在那里，光退散，时间冻结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一个起点，一个把所有意义全部抽空的点。注意，这不是比喻，这是物理。而这种东西不是科幻片那种也许存在，在银河系里估计就有1亿个暂停键。你现在回过头看，从古文明用太阳光的轨迹来记录时间，到现代发现质量会扭曲时间，到黑洞直接把时间按暂停，我们终于可以承认一件事，时间不是连续，时间不是公平，时间有厚有薄，有快有慢。而我们一直以为这是自然规律，其实不是，这是光在指挥。
而真正的转折点是在20世纪，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地方，不是天文台，不是火箭中心，是一个办公室，一个专利局的小办公室。那一年是1905，当时欧洲正在拼命做一件看似无聊却改变世界的事——同步时钟。因为铁路、电报兴起之后，时间不同步，就等于通讯混乱，火车相撞，城市瘫痪。于是瑞士专利局收了一大堆申请，说想把全世界的时间统一成一个标准。你想不到吧？改变人类文明的不是实验室，不是天文观测站，是报表审查员。那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小职员，他叫爱因斯坦。他不是博士，他没有实验室，他没有资源，他只有一个问题：如果不同地方看到的光不一样，那时间还能一样吗？这个问题一般人想不到，因为一般人习惯把时间当成理所当然，就像我们习惯以为人生应该长怎样。但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那种会突然质疑框架，然后把框架反过来看的怪物级脑袋。结果他得出一个震撼性的结论：时间不是绝对，时间是跟空间绑在一起的，时间会被质量弯曲。这句话你第一次听，会以为它只是某种脑内哲学。直到1971年，2只原子钟被迫让整个地球承认，时间不是大家一起走，时间不是一个世界，时间是一种局部现象，而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地点的时间都在微微不同。你还觉得生命公平吗？连时间都不公平。但是最离谱的不是这些，最离谱的是另一个发现：宇宙不是一直就这样，宇宙是被打开的。这件事是一个叫哈勃的人在1923年那个夜晚看到的。他不是用灵感，他是用望远镜硬生生看出来的。你现在习惯把宇宙很大当成常识，但在那之前，人类一直以为银河系就是全部。直到哈勃看到那个怪异的光斑，那不是恒星，那是星系，那是另外一个像银河系一样的庞然巨体，它离我们超过100万光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不是全部，我们是其中之一。宇宙根本不是一块区域，宇宙是一片汪洋，银河系只是水滴。后来科学家估计，在可观测宇宙里，大约有2万亿个星系。2万亿，不是2万，不是20万，是2万亿。而更震撼的是速度。哈勃持续追踪系外星系，他发现几乎所有星系都在高速远离我们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不是行星各走各的轨道，这是宇宙整体在膨胀。意思是宇宙不是静止，宇宙不是恒定，宇宙在变大，宇宙正在张开。那你一定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在在扩张，那过去呢？如果把宇宙这个片段倒转回去，所有星系往回挤，它会挤回一个原点，那就是时间真正的开场。科学家根据普朗克卫星的数据，把这个数字锁定在约138亿年前。也就是说，时间不是永恒，时间是被开启的。而如果时间能开启，那么它也能结束。这是我们要往下讲的下一层，这层也是最黑暗的一层。听好，如果宇宙会膨胀，那重点不是现在很大，而是它会膨胀到什么程度，它会不会有尽头。这个问题在1988年被一个研究超新星的物理学家意外撞破。他的目标原本只是搜集42个超新星的数据，看看它们怎么爆炸，怎么变暗。可是当他把所有数据丢进图表时，他整个人愣住，因为整张图告诉他一件完全不合理的事：宇宙不是维持着一种惯性膨胀，宇宙是加速膨胀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不是你开车踩油门后慢慢滑行，是有人在继续狂踩油门，再继续加速，再继续把宇宙往外撕裂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是谁在踩油门？宇宙里明明没那么多物质啊！科学家把所有恒星、星系、黑洞都算进去，结果只占宇宙总质量的 4.9%， 剩下的 95.1% 是什么？没人知道是什么，只能暂时叫它暗物质、暗能量。听清楚，不是看不到而已，是连原理都不知道，连定义都没有，连名字都只能暂时凑一个过渡称呼。这才是宇宙最像恐怖片的地方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知识，很多科学解释，但我们其实根本连宇宙是什么都没有搞懂5%。
我们像是站在深海边，把浪花误以为是海，而那 95.1% 的未知能量正在推动宇宙持续扩大。既然扩大，那就没有回头；既然没有回头，那就有一个终点。科学家们开始逼自己思考一件没人想面对的事：当光消失的时候，就是时间停止的时候。不是比喻，是直接的物理定义。要走到那一天，会发生几阶段？接下来是你最意想不到却最合理的一段时间。在人类从现在往后看，再往10的15次方到10的39次方秒之间，全宇宙的恒星会一颗一颗燃尽，天空会慢慢变暗，星星会慢慢变黑，所有耀眼的恒星都只会变成一种黑暗星。那是一个比太阳密100万倍的天体，它们没有光，没有热，甚至连星星这个词都不再适用。注意，这不是悲伤失忆，这是宇宙演化的时间表。恒星熄灭之后，宇宙不会马上黑到底，因为在星系中心，那些巨大黑洞会继续吞掉这些黑暗星，在吞噬的瞬间会产生辉光，那是最后一点亮度，表示时间还在行进。再往后，来到10的40次方到10的100次方秒之间，整个宇宙只剩下黑洞。这个时代叫黑洞纪，不是比喻，是正式术语。你能想象吗？没有星球，没有恒星，没有星系，只有一个个黑洞在互相碰、互相吞、互相合并。宇宙看起来会像一片静默的黑海，偶尔冒出一点点光，那是黑洞碰撞的瞬间。那一瞬就像深海里鱼鳞闪光，闪一下就没了。如果你把宇宙理解成一部电影，这就是最后的微弱残光。电影快演完了，字幕已出，只有几颗像烛火一样的黑洞光芒还在勉强提醒宇宙还有一点点光，所以时间还在走。但故事不会永远停在这里，黑洞也会慢慢蒸发，不是靠吞噬蒸发，而是靠一种叫霍金辐射的过程，从内部一点一点散失能量，一直到最后连黑洞都消失。再往后是10的101次方秒之后，那一刻没有光子，没有能量，没有温度，空间趋近绝对零度。因为没有光，时间失去周期，因为没有周期就没有差异，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流动，时间终于停止。不是结束，是停，是冻结，是永恒黑暗，是宇宙的最终命运。现在你终于看懂重点了吧？古代用光测周期，那只是人类第一次摸到时间的尾巴。爱因斯坦把时间从规律打成可变，现代天文把时间从线性打成可终结。换句话说，时间不是一个存在的稳稳的东西，它只是一个现象，它不是永恒，它不是绝对，它甚至没有保证会一直有。可是人类犯了一个最大、最普遍却最无意识的错误，我们把时间当成必须服从的主人。我们以为时间是有限的，是线性的，是向前滚动的。于是我们焦虑，于是我们害怕，于是我们觉得拖一天就亏一天，于是我们把人生塞爆，生怕落后，生怕追不上别人，生怕别人走得比自己快。但等你真正理解宇宙这套底层逻辑，你突然会发现一个非常荒谬的事实：人类活得这么急，是因为我们把时间误会了。我们以为时间是一条直线，结果根本不是，它会弯，它会慢，它可以停止，它会被结构性扭曲，它不是公平的单位，它是动态的现象。问题反而变成，如果时间不是不可真的常量，那人为什么那么急？为什么每天紧张到好像随时要考试？为什么一旦看到别人领先一点点，就觉得自己活错轨道？为什么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怕浪费时间？不是时间在追人，是人把自己塞进必须赢时间这个框架里，是人类发明出效率这个宗教，是人类绑住自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其实根本不是在活时间，我们在活感知，而光才是决定感知的那个根。想一下，为什么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会觉得30秒非常非常漫长？为什么你在做喜欢的事情2个小时像5分钟？为什么你人生某些阶段感觉1年比1年过得更快？因为时间不是用数字过的，时间是用注意力过的。注意力在哪，时间就在哪里加速或减速。你看，现在回头看，逻辑变得非常锐利。古文明不是在设计日历，他们在观光，在看太阳光每一天到底移动了多少。
他们观察光的变化，然后借由那个变化来感受世界是不是在变。他们不是在测时间，他们在测存在，他们在测活着的证据。然后人类后来偷懒了，把这种观测改成数字，改成钟表，改成人工划定的单位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人类有了迟到的概念、落后的概念、失去的概念、时间不够的概念。注意这一句，时间焦虑不是宇宙造成的，是文明造成的。宇宙根本没有快慢焦虑，宇宙只有现象，光影响时间，质量扭曲时间，黑洞冻结时间。宇宙没有在赶，宇宙没有在输赢，宇宙也没有在担心配不上自己的潜力，宇宙只是反映物理。只有人类在赶时间，不是因为时间真的会跑掉，是因为人类怕自己不够快。而这件事情就是人类最大的幻觉，我们不是被时间追，我们是被别人走得比较快的错觉追。这不是人生哲学，这是物理底层逻辑。你一旦理解这点，你会突然明白，我们真正恐惧的其实是，如果我们慢下来，我们就看见自己。可怕的不是拖延，可怕的是看见自己配不配得上自己想成为的版本。所以我们假装自己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们假装自己很忙，我们假装时间很不够，为了避免让自己面对白纸那种我到底是谁的空洞瞪视。然而宇宙从来没有追过你，它甚至无所谓你有没有跟上，因为你根本不在宇宙的表，你只在你的感知表。所以你现在要重新理解一件很关键的事，我们不是活在宇宙时间里，我们是活在注意力时间里。宇宙那个尺度太大了，那是天文级、黑洞纪、光之终结、10的100次方秒以后那种无尽零度的冷寂，那不是为了让你恐惧的，那只是为了提醒你一个底层真相：时间不是铁条，时间是镜子。宇宙不是在对你倒数，宇宙是在映照你对当下的使用方式。你想过吗？你小时候的暑假为什么感觉永远用不完？因为你那时候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。第一次骑脚踏车，第一次去海边，第一次自己买饮料，每一件都触发大量感知。你的注意力是满焦点的，所以你的时间是慢的。可是长大以后呢？你每天重复一模一样的动作，起床、吃饭，同样的路线，同样的手机，同样的讯息，同样的短影音，同样的每一段夜晚，注意力不再聚焦，于是你的时间开始快转。不是你老了，是你没有在体验。于是人类就滑进一个陷阱，时间焦虑不是人生不够时间，是人生不够体验。越没有体验，时间越快，越快就越慌，越慌就越想填满自己的人生，越想填满你越没体验，越没体验你就越觉得时间不够，最后变成一个循环地狱。所以人不是被时间追，人是被注意力稀薄追。再讲一次，注意力稀薄，体验减少，脑内记录变少，时间感加速焦虑，提升你开始想更快，更快导致体验更少，时间再加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急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晚了，是你把人生变成自动化，结果你的大脑没在做记录，注意力在萎缩，人生也在萎缩，你的时间不是变少，是变空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节省时间，而是你今天究竟有体验到什么，这才是决定你人生速度的那个开关。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6层意识。人类不是在跟时间竞争，人类在跟五感竞争。快不一定是活着，忙不一定是存在，挤满行程不一定就是绕过焦虑。重点不是做了多少事，重点是有没有在感受，有没有在看见，有没有在活当下。宇宙不会评估你的人生效率，它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你。真正定义人生体验的是你注意力指向哪里。所以时间被什么定义？不是钟表，不是历法，不是秒针，是你的注意力决定了你生命的时间率。宇宙级的时间是物理，人类级的时间是感知。把这2条叠在一起，你就会突然理解，那些活得幸福的人，不是他们拥有更多时间，而是他们的注意力更聚焦，他们体验比较多，所以每一天都比较长。而那些明明每天很忙，却觉得人生一直在失控的人，不是他们时间不够，是他们注意力早就破洞。所以你看，一开始我们以为时间是一个事实，后来发现它不是事实，是感知。那问题就变成了
如果时间不是绝对，那人生的价值基准是什么？答案听起来有点反高潮，却是最实在的那一句：价值不是时间堆出来的，是注意力放出来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讽刺的事？越是把人生塞满待办事项的人越空，越想快速完成人生的人越漂浮，越想赢时间的人越输。因为那不是时间的问题，那是感知质量的问题。你现在回想宇宙整个演化，太阳以每秒250公里奔跑，拖着全太阳系一起往宇宙深处钻。时间被质量扭曲，被速度拉伸，被黑洞冻结。宇宙里的秒跟我们生活的秒根本不是同一回事，但是人类却假装1秒就是1秒，1小时就是1小时。我们假装同一标准，假装人生有固定版表，其实根本没有，根本没人有共同的速度。因为每个人注意力密度不同，每个人人生体感速度不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会突然变快，都是从你开始自动化生活那一天开始的。你一旦不体验、不感受、不观察，你的一天就瞬间不见。你从早到晚一直滑手机、刷资讯，结果全部都没有留下记忆点。这就等于你的人生经历了一天时间物理10秒，但没有经历一天注意力寿命实感。也就是说，你以为自己活了一天，但其实你只活了几分钟，其余通通是数据飘过你的眼前，你没有参与，你只是被时间带着流。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不是老化，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注意力死掉，是活着却没有真正体验，是身体在动，心灵在挂断。有些人80岁还活得像40，有些人25岁就已经像70。差别不是健康，是感知密度。而这个逻辑，只要你把宇宙那一层叠进来，全部突然变得非常清晰。光存在，时间存在，光消失，时间停止。换成人类语言，注意力存在，你的人生就真的在展开；注意力消失，你的人生虽然没死，但其实已经停止。所以别再说什么时间不够，真正的句子是：你没有活在你的注意力里，你把时间当敌人，你就永远输。因为时间不是对手，时间是镜子，它一直在照。你有没有在体验？有没有在认真的感受？有没有在看见当下这件事本身？如果你明天醒来之后还有一点点勇气，你就试着做一件小小的实验，不要一醒来就滑手机，先把注意力锁在一个极小的存在证据上。例如你呼吸时胸腔的起伏，注意力一倍，锁回身体，你会发现一件恐怖又疗愈的事情：你的时间会突然变慢，你的一天会变得更长，你会突然觉得生命在你手上，而不是你被卷着跑。宇宙把最底层的答案摆这么明显，不是谁比较快比较厉害，不是谁占据更多时间，而是谁在活当下这一秒那一秒。如果你真正在那里，那就是你的。你的人生长短不是时钟决定，是你对当下的清醒度决定。这就是时间最大的真相。